want a coffee? No, thank you. Oh. 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盖盖头。然后今天我也要不务正业了，因为我每次一旦拍那个看房日记，拍一些 moto vlog，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。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，moto 也是我的一个生活一部分，很重要的一部分。然后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买新车了。不算新车，是二手车，但是它很新。它就是2017款新改款的最后末代 R6， 关键是它只有7000公里，因为这2天我已经骑了不少地方了。我拿到手的时候是7700公里，然后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会从杜卡迪，因为之前我拍视频的时候跟大家说，我还是想再买一辆杜卡迪，怎么变成了大三叶了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价格让我无法拒绝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R6 停产了，以后可能我们想再去买4缸的 R6， 我估计很难了吧，因为现在都被环保法规啊那些限制啊，然后以后这种4缸的中级排量的车估计会陆陆续续都会停产吧，都被双缸的会取代，就像 R7 一样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买 R6 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某一天我是去买相机的路上路过雅马哈，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，我们进去看一下新款的 R7 吧。然后我跑进去一看，其实 R6 已经没有什么样车了，只有 R7。但是 R7 我骑了一下坐姿啊、感受啊，然后双脚的夹持感，好像还是 R6 比较好。当初展厅里面有一台二手的 R6 900公里，然后价格也是挺吸引我的，40多万。当初就有点犹豫，因为看到实车了就很心动嘛。还好没买。第2天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了我现在这一台7000公里7700公里。对于很多开日系车的，特别4缸的这种车的车友应该知道，900公里跟7000公里其实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，但是它的价格差了好多。这个价格我卖个关子啊，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我个人觉得已经到位了。关键是很新，这台车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原厂的一个状态，它只是改了一个转向灯，然后轮胎是新的，轮胎是 Rosso 2 应该是老款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年份，是今年21年的第13周生产的，应该还算新的。其他的改了一个天蝎的管子，它的牙盘也换了，大家看得清吗？牙盘链条全部是换的新的。GB Racing 的一个引擎护盖，还有改了一个后座，装了一个油箱的一个护罩，但是我还得加装一个油箱贴，但已经在路上了。油箱贴的话，夹持会更舒服一点。还有前面一个防摔球，其他没什么了，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原厂状态。还有就是它的所有的原厂件，包括雅马哈的一些保养手册啊，乱七八糟一些原厂东西全在，3把钥匙。所以我一看到这个车，粗略聊了一下，我就把这台车拿了下来。原本我想，我买二手车从来没拍过视频，我想的特别好。第2天我要怎么去拍视频去买的这个过程，然后第2天早上一醒来，我就太兴奋了，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直到把车骑到家了以后，才想起来，我视频没有拍。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我为什么会买 R6 这个车。刚才有说过一个重点，就是它的价格很适合，另外一个就停产了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4缸情节，因为当年
我们玩水车啊，那时候都是4缸的，哪怕250都4缸的，所以有个4缸情节，那个声音，我就特别激动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纪了，说实话也不敢开得太快了。真的说买一个特别大1000cc 的公升级别的车，我觉得我也发挥不了它的全部性能。我觉得600cc 可以，油门还是敢大油门给，对吧？反正我觉得目前状态来说，这辆车我还挺适合的。这台车其实前2天我跟 Vincent 跟 Stefano 我们一起出去跑了一圈，然后就发生了倒车这件事情。You want a coffee? No. Thank you.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脚踏断了。但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，就是整个车壳上面基本上没有怎么去刮蹭，因为倒的是这一边嘛，然后除了这个脚踏，然后其他车壳没有任何损伤，代价就是我用自己的脚给垫在了车下面，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护盖啊那些都没有损伤。我后来回来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啊，我找到的这个问题在哪儿？因为这台是新车，我没有太熟悉它的脚撑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脚撑到这边，它会自动的往前蹬一下，但它没有。你看我如果撑到这边，它就到这边。它跟其他的我的车都不太一样。你看，它是有一个像类似阻尼一样，可能拧得太紧了吧？它到这边会回位，但是到这边它不会直接到位。但是你看我 CRF 就不一样 ，CRF 就是你把脚直接往这边一推，那它就直接到位了，对吧？那到这边它不到位，我到这边一推，它自动到位。所以这个就是这次倒车的一个主要原因。也怪自己吧，对车子不是太熟悉，然后有点粗心了。不过不幸中万幸，还好就是一个脚踏。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对于这台 R6，我这2天骑行，我感觉有几个地方，我觉得得去改一下的。一个就是它的刹车真的是不好，就是相对于我之前的 Monster 来说，前面2个 Brembo 的对4卡钳，说实话，这个双子星也是对4的嘛，双子星的卡钳也是对4的，但是它的刹车力度啊，各方面就是刹车手感就是软软的。不像当初那辆 Monster 那个杜卡迪 Monster， 一扣刹车就刹车如撞墙，这个刹车力度就特别，之后可能这个刹车得改一下。之后我准备升级的一个就是一个钛齿，我会这边加装一个钛齿，其他的目前来说我是觉得还够用。如果真的再要升级的话，我就是得把那个双子星的卡钳给升级一下，或者说就换一对刹车皮看一下效果。然后我现在车库里基本上就4台车，一辆华泰的 CRF， 然后一辆 R6， 一辆 SR400， 一辆 Monkey。我发现啊，正好是等于2辆本田，2辆雅马哈，然后 SR400 跟我的 R6 是雅马哈，然后这辆本田的 CRF。Monkey 虽然不是本田，但是它是本田的车型。这辆因为老的 C50 的本田这边也很难买，也上不了牌，但是它是本田经典的车型。这几辆车就是不同的作用嘛。Monkey 大家都知道，就是纯粹当模型一样玩了。然后 SR 就是一个 old school 的一个 chopper， 另外一种风格。然后 R6 基本上我们会去跑，就像我们视频里面看到的，我们跑那种长路啊、大宽路啊，然后就像现在我们清迈到清莱新修好的这段路，哇，太爽了！开 R6 很适合，但是如果我开 CRF 的话，上次我跑了一圈，真的就是力不从心。300cc 单缸的排量，到后面就是嘶吼，就是嘶吼。然后就是尾段基本上不太出力，这单缸的一口气特别短，4缸的车这一口气真的是特别长。我之前开杜卡迪也觉得就是缺一口气，4缸这一口气就特别爽。所以开这种大直路我就会选择
开 R6去。然后比如说跑山路啊，跑一些林道啊，一些小路啊 ，CRF 就特别灵活。那毕竟4缸车它很重嘛，单缸车特别灵活，所以不同的作用。因为这根天蝎不是换的整段啊，只是换了一个尾段。我觉得声音听起来还不错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因为我车库没有空调，好热，但听着声音其实很迷人，太迷人了。我终于还是圆了一个4缸情节，4缸梦。之后我可能会开 R6 去更多更远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后面可能准备去青莱，当天来回，然后去青莱的赛车场看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太太乐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